俗语有云：善恶到头皆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有的报在当下，有的报在将来。任何人都难以逃离这一宇宙法则。当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，在亲人的悲痛欲绝中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以为人死了便一了百了，然而一切都言之过早。因为世间有诸多不平，所以才有了那深不可测而又能实现绝对公平的幽冥世界。这个幽冥世界就是阴曹地府。当一个人离开了人世，便会有鬼差押解至土地庙沟去升级，然后便长途跋涉前往丰都城，在石殿中接受审讯。根据生前是非功过接受酷刑，地狱是指关押人死后的灵魂受审受苦的地方，并且一层比一层的酷刑更重，誉为18层地狱。18层地狱的层不是指空间的上下，而是在于时间和刑法上不同，尤其在时间之上，主宰者为丰都大帝，位居冥司神灵之最高位，主管冥司，为天下鬼魂之宗。生前作恶的死后均入地狱，其魂无不隶属于丰都大帝管辖，以生前所犯之罪孽生杀鬼魂，处置鬼魂。道教宫观供奉的阎君一般多和城隍庙在一起，殿内除供10殿阎君外，大多还在墙壁上会有地狱图画，以警示后人要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以免死后受大劫难，遭大绑托。阴曹地府设牢狱，以惩罚生前作恶之人，令其受尽苦难，以示惩戒。道教的地狱世界有4层泻湖地狱、9层九幽地狱、18层泰山地狱、24层丰都地狱、36层雨清地狱等等。主宰者为丰都大帝，位居冥司神灵之最高位，主管冥司，为天下鬼魂之宗。凡生生之累，死后居入地狱，其魂无不隶属于丰都大帝管辖，以生前所犯之罪孽生杀鬼魂，处置鬼魂。很多人不相信因果成负之说，更不信有地狱之说法。我们无法超越3界5道轮回去关照人生，作为常人，我们无法看到地狱的惨状，因此很多人便没有了敬畏之心，因而一般的说教根本起不了作用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大部分人还是有敬畏之心的，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可能性，谁也不希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因此会尽量避免做那些有损阴德的事情。这也是人性使然，我们也知道不应该有太多的私欲，只是很多时候无法控制自己而已。而那些完全失去自控能力的人，即已被摸索成那，问题就大了。实际上，当一个人站在望乡台上时，一切都为时已晚。生前修为较好者，仙童接引，或成仙成神，或投身富贵人家；生前作恶多端且不知悔改者，经历各种严刑峻法，体验无穷无尽的痛苦。人在世间所做恶事，无论大小，在地狱皆有相应的酷刑。凡在世之人，挑拨离间、诽谤害人、油嘴滑舌、巧言相辩、说谎骗人等，死后打入拔舌地狱。小鬼掰开嘴，用铁钳夹住舌头拉长，慢慢拔下，受死酷刑之后，方可进入剪刀铁树地狱。凡在世时鼻见骨肉，挑唆父子兄弟姐妹夫妻不和之人，死后入铁树地狱。树上接利刃自来后被皮下挑入，吊于铁树之上。如果在阳世犯了罪，若其不吐真情，或是走通门路，上下打点，瞒天过海，就算其逃过了惩罚，死后打入孽境地狱，照此境而显现罪状，然后分别打入不同地狱受罪。有的人平日里家长里短，以讹传讹，陷害诽谤他人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长舌妇。这种人死后则被打入蒸笼地狱，投入蒸笼里蒸。不但如此，蒸过以后，冷风吹过，重塑人身，带入跋涉地狱，恶意纵火，或为毁灭罪证报复，放火害命者，死后打入铜柱地狱。小鬼们扒光你的衣服，让你裸体抱住一根直径1米、高2米的铜柱桶，在桶内燃烧炭火，并不停闪闪鼓风。很快铜柱桶通红，痛苦不堪。凡谋害亲夫、与人通奸、恶意堕胎的恶妇，死后打入冰山地狱，令其脱光衣服，裸体上冰山。另外还有赌博成性、不孝敬父母、不仁不义之人，也令其裸体上冰山。卖淫嫖娼、盗贼抢劫、欺善凌弱、拐骗妇女儿童、诬告诽谤他人、谋占他人财产、
7世之人死后打入油锅地狱，剥光衣服，投入热油锅内翻炸，依据情节轻重，贪诈数遍。有时罪孽深重之人，刚从冰山地狱里出来，又被小鬼押送到油锅地狱里翻炸。凡在世之人，随意杀牲畜，把你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上，那么好，死后打入牛坑地狱，投入坑中树枝，野牛袭来，牛角顶牛蹄踩。若在世之人产下一婴儿，无论是何原因，如婴儿天生呆傻残疾，或是因重男轻女等原因将婴儿溺死抛弃，这种人死后打入施压地狱，为一方形大石尺上，用绳索吊一鱼只大小相同的巨石，将人放入池中，用斧砍断绳索。此狱颇为稀奇，就是人在世时，如果你浪费粮食，糟蹋无辜，比如说吃剩的酒席随意倒掉，或是不喜欢吃的东西吃2口就扔掉，死后将打入冲臼地狱，放入臼内冲杀。凡不尊敬他人，不孝敬父母，不正直歪门邪道之人，死后将打入血池地狱，投入血池中受苦。要知道，作为人身来到这个世界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是阎王爷给你的机会。如果你不珍惜去自杀，如割脉死、服毒死、上吊死等人，激怒阎王爷，死后打入枉死牢狱，就再也别想为人了。劝诫在世的人，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顽强地活下去。自杀是懦弱的表现。挖坟掘墓之人，死后将打入折刑地狱，处折孙公肥私，行贿受贿、偷鸡摸狗、抢劫钱财。放火之人，死后将打入火山地狱，被赶入火山之中，火烧而不死。糟蹋无辜贼人、小偷、贪官污吏、欺压百姓之人，死后将打入石磨地狱，磨成肉酱后重塑人身再磨。另外还有吃荤的和尚、犯贱的道士同样如此。偷工减料、欺上瞒下、拐诱妇女儿童、买卖不公之人，死后将打入刀具地狱，把来人衣服脱光，呈大字形捆绑于4根木桩之上，由裆部开始至头部，用锯锯毙。死亡与生存相对，是一种生命终止的形态。有宗教信仰的地方，总会对人类的身后事十分关注。人们虚构出死后的世界，就是为了抵御来自未知领域的恐惧。我国的道教和佛教都认为，人类是依托于灵魂而存在的。所谓死亡，指的仅仅是肉身。一切生前犯下罪恶的灵魂，在其肉身朽坏后，都会被引渡到另一个地方——地狱。虽说地狱之说听起来比较骇人，但其形成的原理却比较好理解，无非是老百姓将善恶有报的祈愿强加于轮回因果，希望有罪恶的人会在死后的世界遭到清算罢了。地狱与地府之间存在着依从关系，是阎罗王所管辖的监狱机构，总共有18位判官负责管理地狱的事务，而地狱亦被划分为18层。根据关押灵魂的罪孽程度不同，每一层地狱对灵魂所施加的惩罚亦不尽相同。据宗教文献记载，灵魂在每一层地狱所感受到的痛苦都是前一层的20倍，而地狱各层中时间的流逝速度也是不一样的。例如，第一层地狱中的一天，折算成人间的时间约为3750年。一般来说，有罪恶的灵魂将在第一层地狱中偿还罪恶10000年。换算下来，在这里受苦的灵魂需要熬过135亿年。到了第2层，这个数字更加恐怖，这里的一天折合人间的时间7500年，而灵魂的服刑时间一翻倍。至于处于最深处的地狱，受困于此的灵魂要受难的时间已无以复加，几乎可以等同于永世不得超生。显然，这种说法是子虚乌有的，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实地狱的存在。不过，也不能将这套说法一竿子打死，将其归入封建迷信之流。古人之所以构拟出所谓地狱，无非是希望活着的人能有所顾忌，摒弃邪念，多多行善积德。同时，这些传说也会给恶人以警告，倘若作恶多端，将来必会被打入地狱，受无休止的苦刑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